苏联专家从中国人手中抢过雨伞，并告诉他。中国科学家一言不发地走进雨里，直勾勾盯着他，像是在说中国人不需要施舍。1959年，苏联单方面解除原子弹研制合约，连夜撤走所有专家，珍贵的研究数据就算烧了，也绝不给中国留一个字。中国科学家拿着根树枝，卑微地从垃圾桶抢救数据，然后小心翼翼拼起来。这时，苏联专家突然走了进来，看见图纸，又是一顿嘲讽。这一块你们用计算器也要算2年，没有意义。看着他离去的背影，中国科学家咬了咬牙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落后就要挨打。1年前，一支从朝鲜上甘岭战场撤下来的解放军部队神秘失踪，率领他们的冯石将军悄悄来到北京。中央调你回来，是要你搞原子弹。我不会啊。我会吗？几天后，这支部队出现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滩。书上说西出阳关无故人，而战士们接到的命令只有2句话：口令，不准干什么？不准到哪里去？刚下船，不准干什么？不准到哪里去？战士们来自天南海北，虽然口音不同，但传下去的口令却丝毫不错。不久，部队驻扎在了敦煌。苏联专家建议把实验场建在这儿，可冯石将军不同意，因为他知道敦煌有太多老祖宗留下的宝贝，更重要的是这里太小。中国要造大型原子弹，需要更大的实验场。苏联专家说他们有氢弹，足够保护中国，没必要造1000万吨级别的。可冯将军轻蔑一笑：爹有娘有，不如自己有。冯将军不顾苏联人反对，大手一挥，将实验场定在了罗布泊。就这样，部队在没有任何后备保障的情况下，一头扎进了茫茫沙漠。在苏联人口中，罗布泊被称为死亡之海，说的不仅是烈日，还有遍寻无际的水源。一个水壶在战士们手中传递千百次，但每人只能抿1小口水。冯将军焦急万分，他派去找水的1分队已经失联好几天。第2天，冯将军硬着头皮率领队伍继续前行，一路上飞沙走石如刀割一般，再加上连日的高温和缺水，战士们一个个倒下了。这时，前面的侦察兵突然跑到冯将军面前，手里拿着一只破破烂烂的鞋。冯将军突然愣住了，这是失踪的1分队的鞋，他们的遗体早已被黄沙掩埋，但顺着他们手指的方向，战士们发现了一条河。后来，冯将军在这里打桩定位，竖了一座衣冠冢，接着朝天鸣枪，纪念那些倒在黎明前夕的战士。此时距离他们出发已经过去了整整1年。这天，冯将军在笔记上写了一首诗：纵横南北10万里，敢问惊雷何日响？而直到这一刻，跋涉上千里的战士们才终于知道，他们此行的任务到底是什么。同志们，国内的仗打完了，国外的仗也打完了。一，没让批红挂彩，开庆功会；二，没让回家看望爹娘。为什么呢？就因为在朝鲜，美国人用一个小玩意儿在咱们头上悬了好几年，悬着，没有这个东西啊，我们中国人的腰杆子就挺不直。我们就是要在这个大戈壁滩上，用我们自己的双手，找出我们中国自己的原子弹。另一边，由于苏联单方面撕毁协议，中国科学家只能自己研制原子弹。从这儿到这儿，美国人用了6年的时间，英国人用了5年，苏联人用了8年，我们没有8年的时间，2年都没有，一直要算到这儿。
电影里演的正是他们自己。中国人千百年来从未倒下，靠的就是这股自强不息的意志。第二天，戈壁滩上刮起前所未有的大风，战士们第一个冲到前面，而知识分子则扑在箱子上，用自己的生命保护住这些资料和设备。2天后，运粮车终于到了，本想过个好年，却又遇到了大暴雨，所有人都冲进水里，拼尽全力想要抢救珍贵的实验器材。这时，陆光达在人群中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，那是他的妻子，也是他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。参与研究原子弹的这几年，他什么都不能和妻子说，有时即便在家，他们中间也总隔着警卫员。1964年，原子弹的核心部件被秘密送往罗布泊，上千公里的铁路，每隔5米就有一名战士站岗放哨。与此同时，陆光达回到了北京参加会议，可刚下飞机，他就遇到了老同学夏世忠。他早已放弃了中国国籍，如今在为美国卖命。陆光达对此毫不知情，还热情地跟他拥抱。这一幕却被一旁的美国记者拍下来，肆意歪曲造谣。不久，陆光达赶到会议现场，文件刚传到他这里，就被身后的首长一把按住。你去外边一下，保密局的同志找你谈话。就这样，陆光达被强制扣押在北京，而他留在罗布泊的资料也被全部没收。看到这一幕，冯将军愤愤不平，他立即飞回北京，找到首长，用自己的脑袋为陆光达担保。都靠你，冯总指挥，咱们整个的一个国家，近10年的努力，几10万人的心血，就为了这一天。知道这一天的分量吗？596。横空出世不是你我的脑袋能够担保得了的，你知道吗？你尽管冯将军1万个不情愿，但还是默默接受了现实。他不知道自己走后，首长又拨通了上级的电话。接总理办公室。返程的飞机上，冯将军再次见到了陆光达，两人相视一笑，一切尽在不言中。回到罗布泊，冯将军把陆光达单独约了出来。应该说，美国是一个美丽的国家，可它不应该像现在这样，动不动就要欺负你，让你就想对他大喊一声 “No， 去你妈！”话音刚落，原子弹的最后一批设备到了。10月15日22时，原子弹被吊装上塔。10月16日7时30分，全部人员撤离现场，研究人员穿好防护服进入掩体，战士们就在远处静静坐着，没有一个人发出声音。所有人都知道，从这之后，中国的历史将会被分成2段。3、2、1，起爆！